奈何桥上到奈何，是非不渡忘川河。三生石前无对错，望乡台边会孟婆。在神话传说中，10大阴帅、10殿阎王、4大判官黑白无常，他们分别被安排在3曹6案75司中，对现世的各种魂魄进行安排审判。关于黑白无常、牛头马面以及孟婆的视频，往期老烟斗已经介绍过了。今天呢，我们主要来讲一讲这4大判官的传说故事。判官最早设立于隋朝，随后沿用于各个朝代，后来融入阴间文化，更是成为了古代民间传说中阴间权力的一环。在传统文化中，冥府判官通常长相凶神恶煞，但绝大部分都是心地善良的正直之辈，职责是判处人的轮回生死，惩奸除恶，分别设有赏善司、罚恶司、察察司、阴律司4司来维持阴府秩序。赏善司执掌善部，身着绿袍，笑容可掬，生前行善的小鬼全部由他安排，根据生前行善程度大小多少予以奖赏。而担任赏善司职位的，则是唐朝时候出名的谏臣魏征。魏征原为唐太宗光禄大夫，封镇国公，谥号文贞。魏征以直言敢谏而闻名，其为人刚正果直，面折廷争，从不退让。死后传闻被阎罗收入麾下，司掌赏善一任。在《西游记》中也曾提及，魏征得天神授权，梦斩泾河龙王一事。可以说，在传统文化中，魏征代表的不仅是地府的判官，还担任了天界的人曹官。一片忠魂不可招，梦中有翅刺官袍。生虽不识千钟粟，死亦常为万国豪。春节时，钟馗是门神；端午时，钟馗是斩五毒的天师。到了清明时节，他又成为了地府的判官，专门负责惩罚恶鬼。相传，钟馗身着紫袍，怒目圆睁，面貌丑陋，手持大折扇与大宝剑，掌管着地狱恶鬼刑罚，罪罚相应。他根据阎罗王的4不4无原则量刑，来将恶鬼判刑，并送往18层地狱，直到刑满，再交由轮回殿进行变牛变马、变虫变狗等等，重返阳世。那钟馗是怎么当上判官的呢？据传，唐玄宗年间，钟馗赴长安应试并高中榜首，偏偏在进行殿试时，唐玄宗嫌弃钟馗长得丑陋，便大笔一挥，剥夺了他的状元资格。这种不公平待遇使得盛怒之下的钟馗一头撞死在台阶上。天上的玉帝对钟馗刚烈不屈的性格非常赞赏，于是任命他为阴阳2界的判官。明代万历年间剧目《庆丰年五鬼闹钟馗》中便有提及，天帝怜悯，加封钟馗为天下都领判官，专门捉绝魍魉鬼怪。故清代以后，钟馗也多以武判形象出现。《清嘉录》中，卢玉松有诗云：榴花吐艳昌蒲壁，画图一副生须白。绿袍乌帽即墨靴，知识终南山里客。眼如点，七发如球，唇如星，红髯如鸡。看彻人间所图，不识烟霞使鬼搏。何年留影在人间，处处端阳趋利极。呜呼世上魍魉不胜计，灵光一段逃匿。仗君百千亿万身，却鬼之教持鬼魂。是多少人心中的保护神呢？察察司主要职能为查明小鬼生前冤情功绩，使有功者的善事得到弘扬，蒙冤者平反昭雪，为恶者受到处罚。一般双目如电，刚正不阿，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。但在神话中，陆判也是一个拥有人情味的判官。清太蒲松龄所著《聊斋志异》卷2第5篇，详细地描述了朱尔旦和陆判之间的友谊故事。
朱尔旦平时因为比较迟钝，众人就哄他去背谁见到都害怕的陆判。没想到这一背，竟然和陆判交上朋友了。成为好朋友后，两人经常聚在一起。陆判不仅酒量豪爽，而且谈吐不凡。他见朱尔旦心窍堵塞，为人愚笨，就为他挑选了一颗好的心脏。果然朱尔旦得了2个第一。可以说，在蒲松龄的笔下，陆判这种慷慨助人的形象，比起以前刻板的印象更加丰富生动，也是寄托了当时蒲公的美好期盼。崔判想必是大家最熟悉的阴曹地府官员了，他名叫崔珏，隋唐监生人，唐贞观7年入仕。相传崔珏生前能昼理阳间事，夜断阴府冤，发摘人鬼，胜似神明。死后由于为官清廉，被封为阴律司判官，专门执行为善者天寿，让恶者归阴的任务。他身着红袍，左手执生死簿，右手拿判官笔，断案如神。他生前的主要功绩以明断恶虎伤人案的故事流传最广。相传长子县雕黄陵常有猛兽出没。一日，某樵夫上山砍柴，结果被猛虎吃掉，他的寡母上堂喊冤，崔珏即刻发牌，差衙役孟宪持蝴蝶上山拘虎。孟宪在山神庙前将蝴蝶诵读后，恶虎就自投罗网。在公堂之上，崔珏隶属恶虎伤人之罪，恶虎连连点头，周围的人都啧啧称奇。最后崔珏判决，但失人命，罪当不赦，恶虎便触街而死了。崔珏去世后，有许多关于其阴间的故事流传，最有趣的则是关于唐王还魂一事。《西游记》中曾记载，唐王因牵涉泾河老龙一案，猝然驾崩，前往阴司3曹对峙。狮王要看生死簿，审查阳寿是否已终。崔判生前曾是唐王的臣子，他见生死簿记载李世民寿命卒于贞观13年，而今年恰巧就是贞观13年。崔判连忙添了2笔，13成了33，不仅让李世民顺利还阳，还多了20年阳寿。当然，实际上贞观并没有33年，那吴承恩老爷子书中所出现的贞观33年，究竟是故意为之，还是一时笔误呢？想必要小伙伴自己思考了。实际上判官文化在各国都有存在，在希腊神话中的冥府也设有3位判官，埃及的阴府更是设置了42位判官。可以说，尽管现实中并不存在判官，也不存在阴曹地府，但是这一切的传说都是基于人们对于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的希冀。好了，本期的4大判官老阴斗就介绍到这里了。大家如果对于中国神话传说的阴间文化感兴趣的，可以扣666，多的话咱们后面继续这个话题。当然也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老阴斗，注意是拼音老阴斗，回复阴间2字可以获取黑白无常、孟婆、牛头马面的视频解说。咱们下周不见不散。